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GPT-5的正确打开方式。今天呢，来给大家讲解一下2025年从零到一，从入门到精通，如何掌握 OpenAI 下面最新的旗舰模型 ChatGPT-5。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会讲解 GPT-5的多个使用技巧，包括它的版本选择，它的下面的3种形态。Chat Thinking Agent 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个？我还会讲到新手必知必会的8大功能，包括了学习、研究、数据、项目、语音录音、图像等等，以及我们在提示词上面的使用有哪些技巧和思维开关，如何让我们的回答更加稳定。另外呢，在最后我还总结了我们在使用 GPT-5常见的哪些坑和翻车的一些案例，我们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能力的升级去规避掉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开启 ChatGPT-5的使用教程吧。GPT 仍然是目前最流行、最主流的一个大模型之一。对于首次接触大模型的用户，我会首选和推荐他们使用ChatGPT 的产品。尽管从模型能力上面来说 GPT 和 Gemini 是各有特色，可能是难分伯仲，但是 GPT 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什么呢？它下面有7亿的用户，这7亿的用户和谷歌的用户量级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它的用户的覆盖面是最广的，而因为有这么广的用户覆盖面，让它能够把很多的真实的使用场景和对话的方式都内嵌到了它的系统里面，它可以不断的去更新、迭代和优化，所以很多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会感觉整个 GPT 的使用体验是比较好的。这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使用，这么多的使用场景在给它注入信息，所以它的整个的系统提示词的优化和场景的优化是做得足够好的。而 GPT-5是现在 OpenAI 下面最强的一个旗舰模型。这里呢就是 ChatGPT 的最新页面，它的网址是 chatgpt.com。在左边这里点开，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默认的这个模式是 Auto 模式。GPT-5它非常重大的一个更新，就是它的这个统一的系统和统一的路由。默认情况下是不用去选择这个模型的，它自动的来决定你的回答该使用 Fast 模型、Thinking 模型还是什么别的模型。如果是简单的问题，它就简单回答；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它再使用推理模型去回答，这样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个 Auto 模式适合解决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它的另外2个模型的选择，一个是 Fast， 一个是 Thinking。如果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比如说你就是搜索一个信息，那么你使用 Fast 就可以了，它的回答会更加快一些。如果你希望思考的更加充分，回答的更优质，也就是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打开这个 Thinking 模式。GPT-5下面主要就是在这3种模式下面切换。前些天呢，很多网友表示了不适应，在这么多网友的强烈要求和呼吁下，他在这里又恢复了一个传统模型 GPT-4o。我自己的使用体验下来看， GPT-5它是智商上升，情商下降，4o 就会有一些谄媚。GPT-4o 是上一个版本的这个旗舰模型，很多用户表示使用 GPT-4o 它的整个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我自己的体感是 4o 呢确实情商比较高，很多网友要求恢复，表示不适应啊。很多情况下呢，是因为习惯了跟 4o 的这个沟通方式，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你跟他聊天的方式聊多了，你对他的沟通方式已经习惯了，甚至某种程度上你有了一种情感上面的寄托，所以会有很多的人要求恢复4o，使用4o。但是如果从绝对理性的一个角度来说，从解决问题的这个角度来说，林姐还是推荐使用 GPT-5的模型，因为这些天实测下来，GPT-5的能力
明显还是要比4上了一个台阶的。刚刚讲的是模型选择，关于版本呢，它是有几个套餐的，有免费的用户、Plus 用户和 Pro 用户。现在我订阅的是 Plus 用户，而且升级到 GPT-5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使用免费的这个版本，你仍然有机会去使用它的推理模型。在你打开 Auto 模式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请使用 Thinking 模式，或者跟他说，请深入思考一下，它就打开了这个 Thinking 模式。之前的版本免费的用户对这个 Thinking 模式限制会大一点。这个 GPT-5这个版本，即使免费用户，你也是可以开启这个 Thinking 的推理模式的。大部分用户呢，使用这个 Plus 的用户就差不多够用了。如果说你的整个调用比较多的呢，可以尝试去使用$200每个月的用户啊。当你买这个$200每个月的时候，你的流量限制就会被打开。但是也不是没有限制的。之前因为给客户做一个咨询方案，我的这个 Pro 用户的用量特别大，可能他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异常，因为我用量可能用的太狠了，他就把我那个账号给封掉了。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网络环境的设置。新手在用 ChatGPT 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先试用一下，觉得还可以，最好是买一个 Plus 的会员，这样子很多功能你会用得更全面。第一个就是 thinking 的这个次数会更多一点，还有这里切旧模型的时候，你可以切到传统的4O模型。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偏好的时候，也可以不用。另外，这里的代理模式还有深度研究模式，它也是只对 Plus 用户去开放的。GPT 它分为几种工作形态，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打开 ChatGPT-5 Auto 模式，在这里直接输入你想问的任何问题。第二种模式就是 Thinking 模式，它使用的是思考的更充分的一个回答，它的回复也是在这个窗口上面进行沟通的。第三种工作形态，它就是一个代理模式，相当于一个 agent 的模式。这个模式的详细的实操呢，我在有一期的视频做过详细的一个介绍。关于 GPT Agent 代理模式如何操作和使用的详细解析的这期视频，我会放在我的视频简介和置顶评论里面，大家可以去做补充的观看和学习。它这个的代理模式和我们的 Chat 和 Thinking 模式下，它核心的区别是，它是基于任务的。之前的 Thinking 也好 ，Chat 也好，它主要是思考，这里是把思考加上了手和脚，帮你实时的落地和执行。这里的代理模式，它有一点像把 GPT 的这个 Deep Research 的能力加上了原来它的 Operator 的这个能力，把思考和执行结合起来。详细的操作可以看我的补充视频。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新手必会的几个核心的功能。最直接的，大家就是在这个聊天窗口输入你想要的问题，获取答案。但是呢，以下的几个功能可能你并没有解锁，我就给大家一一道来。点击这里的加号，在更多这个位置，这里有一个研究与学习，点击一下，它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学习的标签。这个学习模式最核心的说是，它不是直接的把答案抛给你，而是说根据你学习知识的这个路径，根据你现有掌握知识的程度，一步步的引导你，帮助你完成整个知识的内化学习，而且还可以帮你去制定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在每次学习对话的末尾，还会给你出一些小的测验题，来测试一下你到底对这个知识掌握了没有。它会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让你的大脑不仅成为知识的容器，更是一个知识的吸取者和承载者。比如说这里呢，我就打开了学习模式，让它给我解释一下期货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模式去学习各种抽象的概念或各种课程的知识。关于学习模式这个板块，我也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我也会放在我的视频简介和置顶评论区里面，大家可以补充进行观看和学习。第二个我用的非常多的功能就是它的 Deep Research 的功能。
它可以帮你从一个简单的课题出发，和你确定了你的需求之后，开始做研究。它的花费的时间和时长相对会多一点，而且每个月会有次数的限制。深度研究的模式呢，我平时用的也是比较多的。你可以对任何你感兴趣的问题，让它帮你搜索资料，形成结论和观点。打开它的方式，点击这个地方的加号，在这里呢有一个深度研究，点击一下就可以了。在使用深度研究 Deep Research 功能的时候，右边这里有个小地球的功能，你可以选择是否打开这个网页搜索。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需要去搜索最新的时事消息的，所以这里最好是打开。比如说在这里，我就可以让它去分析最近的一些时事的消息和信息，让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有更加深刻的见解和洞察。在这里我就说，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最近大江河饮食的商战，点击发送。它这里呢就会跟我去确认一些具体的信息，以保证这个报告是我所期望的内容。我这里呢就补充了一些信息，让它从一些行业策略、生成影响、价值方向等多方面去补充分析，做一个深度的讲解。这里点击发送，它在这里就开始进行深度研究了。一旦这个研究启动之后，中间你是不能够介入的，你只能够终止，并不能够去暂停或者是介入中间的一些调整，必须等它所有的内容生成完成之后，你再去提你的意见和想法。我们这里就直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只要过一段时间来看结果就可以了。一般要花大概10几20分钟的时间，要看你的任务的复杂度。第三大功能呢是文件信息的抽取和提取，在这个位置点击加号，可以添加照片或者文件。这里的文件可以是 PDF 文档、文本文档或者是 Excel。比如说这里我们就举例一下，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Excel 文件，它就可以帮我们去抽取这个表格里面的核心结论。你给它一个文档，它也可以帮你去处理对应文档的内容。如果你给它一张图片，它也可以去帮你去识别图片中的内容。这个相当于它可以对各种的文档文件和图片文件进行处理。这个有一点像一个附件功能，你把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信息给到它，它可以帮你去做很多的信息的处理的加持。这里我们上传了一个增长和收入的预测表，这个表里的数据是我虚拟做的，我可以让它给我总结这个表格的核心的数据观点和数据结论。我们把这个任务发送出去，它就读取了这份表格的数据，帮我形成了以下的核心结论和观点总结，能够方便我去做数据的汇报。而且 GPT 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特别擅长做拓展的，它每次都会在最后问问你还有没有别的工作，我可以帮你拓展着做一做呢？这个是 GPT 一个非常显著和鲜明的特点。接着介绍非常好用的功能4，它的生图能力。在这里点击加号，选择创建图片。在这个地方呢，还能选择不同的风格。你看它这里有赛鹏博客、动漫、戏剧化肖像、填色画册、专业摄影、复古卡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都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上传一张图片作为它的参考图来进行生图。比如这里我就上传了一张我之前渲染的图片，风格这里我选择一个赛博朋克的风格，它就自动的有这个提示词出来了，然后我点击发送，它就开始帮我渲染这张图片了。你要知道 GPT-4o 刚刚出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生图功能是让大家非常惊艳的。这个呢就是 GPT 帮我生成的这个赛博朋克的照片，视觉冲击力还是挺强的，味道挺足的。最后一个想给大家重点介绍的功能是它的语音功能，我们在 PC 端和手机端都是可以去使用的。在 PC 端，我们点击这个像音浪的这么一个按钮，点击使用语音功能，这里我就打开了这个语音的功能，
今天我想去一个地方旅游，你能帮我做一个旅游计划吗？当然没问题，你就告诉我你想去哪个地方，还有大概玩几天，喜欢什么样的景点或者活动，我就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行程。我想去上海玩2天，你能给我安排一个行程吗？好的，那我就来帮你简单安排一下。比如你在上海玩2天的话，第一天可以去外滩、陆家嘴这些标志性的地方逛一逛，晚上还可以看看外滩的夜景。第二天你可以去天字坊或者新天地，感受一下比较文艺或者时尚的氛围，也可以尝一些当地的小吃。这样的话，2天行程就比较丰富又轻松。好了，这样我就记住你有这个上海2天行程的需求了。如果之后有更多细节或者想调整的地方，随时跟我说就行。这里我打开的就是 GPT 的高级语音助手，这个能力既能够在 PC 端激活，也能够在 APP 端激活，特别是你在使用手机 APP 使用的时候，它还是比较方便的。它可以去把你这一天的一些随时想到的一些想法帮你去做记录。那一天结束的时候，它是能够帮你把这些记录的内容整体的整理起来的。你可以用这个功能去把你每天的关键事项记录下来，去帮你做事件的一个复盘。使用 GPT-5的时候有很多技巧，在这里我重点给大家分享2个我自己实战下来最重要的技巧。第一个是提示词的运用。如果你是一个提示词的新手，有2条基本的思路供你参考。第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日常描述问题最常用的这个4W 1个 H 的描述方法，去讲清楚你的想法和思路，让它帮你完成对应的任务，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Who、Why、Where、When 和一个 How。通过这个4W 1个 H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清楚我们要让 GPT 帮我们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第二条思路呢，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叫做 GCCO 的模板。G 就是 Go， 你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 C Context， 这个事情的背景前因后果是什么？ C Constraints， 它的约束和要求限制是哪些？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Yes or no。最后呢 ，O 是 Output， 你期望的输出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一些格式上的要求，是输出为一个表格，还是输出为一段文字？是否使用 Markdown 格式，都是可以在 Output 里面去描述的。这2个思路呢，是你写提示词的基础的思路。但是呢，提示词工程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容，它考验的是你的思路和思维。关于提示词的内容呢，我也专门做了一期深度的视频，也会在我的视频简介和评论里面放上对应的链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在使用提示词和大模型去对话的时候，大家不要想着一蹴而就，一定是会有一个多轮对话的过程。在最开始和大模型沟通的时候，最好你是设置一个项目角色和口吻。比如说你想让他帮你写一个营销方案，你就可以说，假设你是一个资深的营销内容专家，然后再开始提你的要求，按照我刚刚说的那2条思路去构思你的内容和要求。第2个大的技巧是关于大模型的记忆 memory 这一块。我们使用 GPT 的体验比较好，和它的记忆能力是相关的。而且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上下文及提示词，它和大模型的记忆功能是离不开的，特别是它的短时记忆，相当于这个大模型在和你的沟通和对话中，充分的去了解和认知到了你的真实意图，这样子你就不用在一条提示词里面写得非常充分。但是大家可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误区，认为你的提示词不重要。提示词的撰写仍然非常作用，因为对于 AI 来说，它的短时记忆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长时间记忆，特别是你跟它的对话越来越多了之后，你要重新开启原来的一些内容，仍然依赖于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提示词去完成你的意图。我们短时的记忆就是可以通过多轮对话、上下文去完成的。
这个 memory 是 GPT 所具备的能力，但是我们的长期记忆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比如说，你可以在完成所有的内容之后，把所有的内容总结下来，形成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总结性的文档，把它存储在对应的地方。这样子的存储的内容就可以成为 AI 的一个常识的记忆，并且为了更好的去管理项目，大家最好要使用好 GPT 的这个项目功能，可以点击左边的新项目，这里输入项目名称，点击创建，在这里你就能够把这个项目相关的文档内容，甚至对话放在对应的项目文档里面，你就可以基于这样的背景去持续工作，让 GPT 的记忆的内容限定在一定的框架和一定的范式内，这也是让它保存一种记忆和习惯的能力。那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对话它只是一次性的临时的，我们希望这个记忆从 GPT 的脑子里面删除，有几种方式。如果我们不想保存记忆的时候，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开启临时会话，它这里也会提示说，这个聊天它是不会更新到 GPT 的记忆里面，而且这个聊天的副本它最多也就保存30天。如果已经形成的对话，你想把这部分记忆删除的话，直接在右侧这个地方点击删除，它就会把对应的这部分对话以及它的记忆去做删除。记忆的管理对于我们持续的和 AI 的对话，这个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讲一下它常见的一个坑和应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幻觉问题。如果你经常使用这个 AI， 你就会发现它有的时候就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在 OpenAI 的最新模型 GPT-5 这里面，幻觉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它比之前的4O 和 O3的模型都有所提升。但是目前的情况，只要是大模型，它就会存在幻觉。我们解决的方式就是要尽量的去降低这个幻觉，比如说让它去标注这个文献的来源，把链接附在后面，这样你就可以去 double check 它的信息的来源和可信度。还有就是一些复杂的问题，就不要使用那种简单的模型了，因为越简单的模型，它的幻觉率就越高。复杂的问题，我们就尽量的使用 thinking 的模式，或者使用 deep research 的模式。还有一个坑就是这个模型限额和模式的切换的问题。很多用户呢用不惯这个 GPT-5 的这个 auto 模式，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会自动的去降级，它这个降级有时会让你感觉和降智一样。如果你很明确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长任务，我推荐大家尽量的去使用这个 thinking 模式。如果你的项目比较复杂，文件又大又多，你就要对这个文件进行拆分，把它分批放进这个 project 里面，在这个项目里面一起去处理，让他们有共同的项目背景，这样子能够帮助你整个任务完成的更好。以上呢就是2025年最新的 ChatGPT 的使用指南和技巧建议。如果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订阅和关注林姐说 AI 的频道，我们一起拥抱更大的 AI 世界。